他是中国小级别打拳最牛的人，苦练3年铁砂掌只为复仇成功力证中国搏击。周志鹏为了复仇可谓是下足了血本，不惜将自己关在山上没日没夜的进行魔鬼式训练，再加上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力，成功将绝世武功铁砂掌融入到了自己手掌之中。在此期间，周志鹏还顺手干掉了荷兰搏击猛将克劳斯。经此一战，彻底让周志鹏的信心恢复如初。3年前的周志鹏对泰拳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于是便在擂台上吃了大亏，险些被伊朗泰拳冠军打了个人仰马翻。周志鹏苦练3年铁砂掌卷土重来，是要在拳法上全方位压制住伊朗泰拳冠军，以此挽回当年所丢失的尊严与荣誉。这位曾击败周志鹏的伊朗泰拳冠军叫伊萨，别看他个子不高，体型不壮，其实这家伙的巅峰时期非常漫长。30岁的他依然是处于巅峰能打时期，精湛的拳法加上刁钻的腿法，让他成为了一辆可以在擂台上无法无天的推土机。不管是谁成为他的对手，都将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稍有不慎就会小命不保被伊萨打伤打残。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周志鹏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是中国拳王周志鹏，黑白色短裤是伊朗泰拳冠军伊萨。在周志鹏苦练3年期间，伊萨一直在中国擂台保持连胜不败，击败了超过13位中国选手。这一战不仅仅是周志鹏的复仇之战，更重要的是捍卫中国搏击的尊严，守卫中国擂台最后的脸面。其实呢，这个周志鹏啊，他的整个的这个今天这个比赛状态啊，从前头这个短片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信心满满，精气神很好。是。伊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外号波斯妖刀，大轮摆弧线的进攻，左右侧的摆拳和左右侧的扫踢是伊萨的代表，角度非常的诡异。对，刚才呢还说到了，今天是铁拳对对弯刀，这两个这个说号正好还是2部啊好莱坞电影的名字，这各位有兴趣回去还可以搜一搜看。没错，这也是巧合，给这个比赛的增加一些看点。周志鹏是这个拜了湘西的绳毅老师学习这个铁砂拳啊，据说这个拳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传统武术峨眉的一派。对他认为对自己的这个搏击能力提高的是很大的。周志鹏本身此场比赛对谁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关乎到伊萨能否继续在中国擂台保持连胜不败。然而对于周志鹏来说，这场比赛关乎到他以后职业生涯时间的长短，所以双方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宁愿让裁判警告也不会轻易发起主动进攻。不要像刚才似的，两位都在这比划不动啊。我们看双方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们场上裁判陈磊老师已经警告2位了，你们要继续打。这次周志鹏是带了自己儿子，我们看刚才在镜头里边已经出现了，像当年这个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见证自己在擂台上的表现。那这场比赛呢，伊萨的战术呢，可能还会是以以前这种比较诡异的6线的扫踢和摆拳为主。是，伊萨特别擅长的就是前手后扫腿和后手前扫腿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对线的切。周志鹏前后，在观众眼中，伊萨就好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高不高，再加上行动轨迹很容易分辨。即便如此，周志鹏依然不敢擅自出动作，毕竟在此之前曾败给了伊萨一次，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输了。伊萨的拳脚组合进攻十分的神秘，不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坚决不会轻易实施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周志鹏很难在短时间内实施太过的进攻来与伊萨展开对抗。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不敢出酒店的门啊，为了保证自己不多腿。那么周志鹏的拳法呢，是我们一直所看到的，表现得非常的犀利。是，而伊萨可是战胜过这个克劳斯，也在迪拜战胜过周志鹏。对包括张德正啊、张晨宇等等，都败给很好。4年前的比赛，双方激战4局。今天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这个，在3局这个训练营能给青少年的心理上增加自己这个心理素质上的。第2回合开始了，周志鹏苦练3年铁砂掌可不是来和伊萨闹着玩的，断断续续的进攻也是彻底让伊萨打开了话匣子。不管怎么说，警惕性超强的伊萨开始逐渐实施主动进攻。对于周志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以说周志鹏的腿法进攻不太行是他的弱势，但绝对不可以说周志鹏的拳法很弱。铁砂掌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练成功的，密集的拳法进攻也是让周志鹏获取了一些微弱的点数优势。造型本身就易于这个平常我们这个刀，没错。而且这种刀法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方法呢也是有益于这个正常的我们刀法的使用的，没错。是，我们看伊萨现在的有效打击数提起来了。而且伊萨在这个可以说在中国被中国观众打克劳斯那场比赛，我还记得挺深，就是刚开始应该是打开了，后来伊萨为了保证自己的体力，选择了过多的搂抱，整个的战术呢可以说是有点猥琐，但
不失为一种聪明的方式。对，两位啊，就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这个老将了。周志鹏33岁，伊萨30岁。绰号波斯弯刀的伊萨也不是吃素的，既然能在3年前击败周志鹏一次，那么他必然拥有一招制敌的必杀招式。不得不说，伊萨的进攻实在是太过诡异，完全看不清楚他下一秒会实施什么样的进攻动作，并且他所实施的拳法进攻落点极为准确，看似是攻击周志鹏的脑袋，实则是已经瞄准了周志鹏的下颚。复仇之战也是荣誉之战，周志鹏在这3年期间获得了很多的这一生，急需一场胜利来打破所有人的怀疑。没错，周志鹏在换将。是。我们当然知道周志鹏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战术，包括他自己也是这个教练。扫踢，这个真有点上阵父子兵的意思，还真是啊。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看出来啊，这个运动员的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啊，一个文化的影响。看伊萨刚才打不过鬼，2次低扫直接换高扫，中间连变线都没有。周志鹏内线，高手。周志鹏是退役特种兵，由于在部队有很深的搏击功底，退役之后便加入到了81拳击队，练习了长达8年的系统式训练，再加上3年的铁砂掌训练。此时的周志鹏就像是一个打不倒击不倒的擂台猛兽，极具有威慑的拳法进攻很快就让周志鹏掌握了大比分优势。伊萨掏进去了，后手又塞了，又有了，又一次。我们看伊萨的这种拳法不像是那种标准性的这种拳法，是，他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时机和这个，其实是这个有悖于有时候我们这个欣赏比赛这个准则。是的，伊萨扫踢，推开，周志鹏。第3回合开始了，周志鹏曾与世界拳王克劳斯大战3回合，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比赛胜利。被踢档的伊萨也是一位顾全大局的人，并没有因为一次踢档而耽误大家伙的时间。不得不说，伊萨这个家伙真的太强了，宁愿顶着周志鹏的进攻也要发起猛烈进攻，占据比赛优势也好，不占据比赛优势也罢，都能在第一时间与周志鹏展开对抗。周志鹏的密度没有上来，是力量是不错的。不知道今天他的这个战术是不是要这个求这个稳健的稳扎稳打的打法？跟伊萨打是一个比较好的战术，他经常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一个选手。对，裁判提高了，这种得保证这个先少露破绽，让对手抓到。这下有。伊萨的前手抢一个前手，前后手。现在其实陈磊老师已经警告了伊萨一次，你不能双手去搂抱。是。那其实周志鹏应该选择逼着伊萨跟自己。此时的战斗已经进入到了比赛尾声，留给伊萨翻盘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周志鹏为了这一次的复仇之战准备得非常充分，在确保不给伊萨获取比赛胜利机会的同时，会尽最大的努力将伊萨终结打晕在擂台上。时间越是紧迫，伊萨的状态就越紧绷，不惜主动搂抱和击打后脑来干扰裁判的视线，这些全部都是在规则边缘徘徊的动作。足智多谋的周志鹏岂会轻易让伊萨得逞？其实周志鹏内心正在酝酿一个如何 KO 伊萨的计划。因为在规则当中呢，像这个后脑啊这些位置啊、裆部啊，这个都是要保护的。扫踢，换一下。这拳送击，漂亮赛道了。伊萨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刚才他的支撑都已经不稳了。7，能不能坚持？8秒了，8秒啊！伊萨站起来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伊萨来说非常的不利。是，这一回合是周志鹏妥妥拿下了。对，刚才的一个重击直接给了对方一个毒疤。在强制8秒的情况，平局，加赛一局。One more round。我们看到伊萨后扫，最终比赛还是来到了加时赛。毕竟好的比赛不嫌多，质量如此之高的比赛并不是特别多，能看到眼里就是赚到。不知道伊萨是哪里来的信心来举报周志鹏。第3回合尾声的时候，伊萨击打周志鹏后脑的次数一只手都数不过来。这么到了加时赛，伊萨便开始钻牛角尖。此时的周志鹏放弃了不擅长的腿法进攻，将全部心思放在了拳法进攻上面。伊萨最擅长的是在自己的中距离和中远距离应对。我们看又换了，把距离拉开，扫踢，周志鹏之后打不到，伊萨的右摆拳，顶膝
伊萨开始选择自己的这种步伐，把自己的距离不停的拉开。对，这样的话呢，周志鹏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重心让出来，然后就出现了碰撞。周志鹏刚才这个有压脸的嫌疑，而伊萨应该是滑倒了，也非常聪明。并没有打，我们看到了并没有打。对，但是伊萨不断的在给裁判。场上的地面开始出现过多的湿滑的情况。周志鹏是个点数方面，虽然周志鹏不占优势，但周志鹏以绝对压倒性的进攻攻势压了伊萨一头，2次击倒读秒给伊萨制造了巨大威胁。就算伊萨的进攻招式很精准，也很有力度，那又何妨？周志鹏爆发力十足的拳法进攻会诠释谁才是真正的擂台霸主。刚才应该是周志鹏前摔碰到了对方的膝上。对。打俯换扫踢，前后摆，伊萨连续大摆拳。周志鹏只要抢到中线，伊萨大摆拳的实力就会削弱。对。裁判还是有警告啊。确实，刚才这个伊萨有这个对周志鹏的后脑的有。换一下。周志鹏的脚步要再快一点。对。后手。倒地换拳。此时的伊萨就像是瓮中捉鳖当中的鳖孙，不管周志鹏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或者是拳法进攻，伊萨都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反抗。最后的比赛时间成为了伊萨挨揍的时间。往大了说，加时赛就是专门为伊萨准备的。周志鹏越打越强，越打气势越强大。然而伊萨则是越打越怂，完全不敢与周志鹏展开正面对抗。伊萨确实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这个体能也是有所下降，感觉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觉得这个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这是头碰头撞到了这个周志鹏的额角上。是。我们看在慢放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周志鹏的有效打击数要多一点。因为在最后这一回合呢，伊萨确实在进攻上的这个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伊萨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他把距离控制在周志鹏打不到他，他可以攻击周志鹏的这样的一个。后期的这个节奏好像被周志鹏给打乱了。最终周志鹏获得了比赛胜利，并且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伊萨确实很强，堂搏击天王克劳斯都没有和周志鹏打到加时赛，然而伊萨却和周志鹏打到了加时赛。在没有进入加时赛之前，伊萨占据优势，最终还是周志鹏卯足了劲，在第3回合最后一刻夺回了比赛优势，这才有了周志鹏如今的大获全胜。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周志鹏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